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观看今天的节目。金刚经亦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，全称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，最早由后秦鸠摩罗什翻译而来，现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译本也是这个版本。它全文共5000余字，属于大乘佛教根本般若的重要思想，是大乘经般若品中的经典，与心经的地位一样，备受广大信众的热衷。在这短短5000字的经中，又以其中4句最为重要。这精华4句不仅可以助我们开智慧，增进法身慧命，还能帮助我们远离颠倒迷惑，觉悟人生，收获无量功德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先来听一下《金刚经》里的一段经典对话。佛祖问须菩提：恒河里的沙子多不多？须菩提说：当然多。佛祖又问：如果有人散尽家财，像恒河里沙子这样多的财富，去做慈善，这算不算一种功德？须菩提说：这当然是莫大的功德。佛祖听后说道：有一种功德比这个更大，那就是你开悟之后，把《金刚经》中最核心的4句话解释给世人听，让更多的人都开悟，这才是莫大的功德。如果有这样的人，那么世界上所有的寺庙都应该供奉他。第一句话：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皆非菩萨。佛祖说，如果你看到的菩萨，他长得有像我这样的人，或者有像你这样的人，或者像路人甲乙丙这样的人，再或者像一个长寿的人，那他都不是菩萨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拜的那个菩萨，他拥有像人一般的样貌，那都不是菩萨，因为真正的菩萨根本就没有人相，也没有相。大家不妨想一下，我们在寺庙里看到的佛祖和菩萨，都是留着古印度人的发型，穿着古印度人的衣服，用的都是古代印度文字。佛祖为什么那么偏心，不穿中国人的衣服，留中国人的发型，说汉语呢？所以我们在寺庙里看到的佛祖，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佛祖，那只不过是一个像而已。第二句话：凡以色拜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凡是看见我就拜我的人，或者听到我的声音就来求我的人，其实都是执迷于我的佛祖表象，这其实是邪道，这样的人永远都见不到如来。此外，现在很多人遇到寺庙就去烧香，遇到菩萨就去作揖，他们认为只要给菩萨烧一炷香，菩萨就可以保佑自己，这其实是非常荒谬的认知，简直就是歪门邪道。如果你的内心真的有如来，那么你随时都可以见到他，你们就像熟悉的朋友一样，经常拜来拜去，反而会显得尴尬。相反，如果你内心没有如来，那么即使你天天拜他，也没有任何用。此外，现在很多人烧香拜佛，拜的都是自己的欲望，他们都是在那儿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比如财富或者名利等等。大家不妨试想一下，如果一个人放弃了现实中的成长，而仅靠烧几炷香就可以福禄双全了，那这也太容易了，大家还需要奋斗做什么呢？第三句话：凡所有相，皆为虚妄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如果一个人不再被事物的表象所迷惑，能看透各种事物表象背后的本质，就相当于见到佛祖的真身了。所谓如来，并不是指一个人，而是一种能够看穿真相和本质的能力。我们平常直接可以看到的相，其实都是假象，一切表象都是我们内心深处的虚设。一旦你可以穿透表象而看到真相，那么如来就在你心中了，你就彻悟了。不过真相往往都是复杂又残忍的，当一个人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去面对他们的时候，即使你把真相和价值呈现在他面前，他也接纳不了。第四句话：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一切能被表述出来的方法，其实都不是永恒的方法，就像露水和闪电一样，随时都会破灭。道德经开篇的第一句话这么说道：道可道，非常道，表达的其实也是同样的意思。
凡是能被表达的道理，都不是永恒的道理，都有不成立的时候。因此，凡是直接告诉你方法、技能、答案的老师、书籍、课堂，其实都是滥竽充数的。此外，很多人总是企图从别人或外界那里找到方法，就像去求一把万能钥匙，让自己不用思考、成长，躺着不动就能把所有问题给解决了。这就是典型的找捷径、偷懒。我们要明白，方法是认知提升到一定阶段自己悟出来的，是靠执行和实践逐渐摸索出来的。这个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，更不会有直接拿来就可以用的办法。无论多么高明的老师或者成功人士，他们最多只能给你一个启示，真正的方法必须靠你自己去悟，这就是求人不如求己。而应作如是观的意思是，我们不要被方法束缚，而是要掌握住本质和规律，也就是那个道。一旦抓住本质和规律了，那么一切表象在你面前都如梦幻泡影了。万事万物在你面前如同洞若观火，你可以随时将红尘世俗置之度外，这就是一种洒脱。这种能力，瑜伽称为梵，上帝称为爱，儒家称为仁，佛家称为空，中国人称为道。我们经常说的得道高人，指的就是这个道。不着相，不住相，才能见如来。在《金刚经》末尾，也就是佛祖和须菩提对话即将结束的时候，佛祖又问须菩提：我对你说什么了吗？须菩提说：不，你什么都没说。佛祖笑着说：那说明你懂了。而这个时候，如果须菩提拿着记满笔记的本子告诉如来，你说的我都记在上面了，那说明他根本没有真正理解佛祖的这4句话，因为他着相了。记住，忘记一切表象，只去参它的本质，才能真正读懂这4句话。这就是《金刚经》里的那4句话。读完以上这4句话，你是不是若有所思的感觉？这就是这4句话的价值，它能帮我们开悟。而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正是开悟。无论是孔孟、佛祖、老庄，还是瑜伽、上帝，他们存在的终极目的只有一个，引导我们进入开悟的状态。不过，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些人，他们为了开悟和修行，逃离所处的环境，就宣称要离开世俗，然后去某个清静的地方去修行。他们开始求神告鬼，迷恋那些玄乎的东西。这其实是现代人逃避现实的一种表现，最终的结果只会是南辕北辙。我们始终要记住一句话：人要向内求，向外修。所谓向内求，就是当我们有所求的时候，要明白在关键时刻，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，只有自己才能给自己答案，别人只能给自己一个指点或者启示，最终拯救自己的还是自己。求人不如求己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谓向外修，就是当我们想修行提升的时候，要借助他人才能修自己，而不是把自己关闭起来，谁也不见，甚至跑到深山老林里躲着，红尘俗世就是最好的修行。而绝大部分人都搞反了，有困难的时候总是先想着去求别人，想修行提升的时候，第一时间就想跑到深山老林里，以为自己变高明了，其实就是笨蛋一个。真正的修行既不需要藏在深山老林，也不需要躲在寺院庙宇。你若真能参透规律和本质，你闭眼的那一刻就能望见净土。正所谓，最好的修行道场就是红尘俗世，最好的修行方式就是红尘炼心。所谓红尘炼心，就是当你遭遇困难的时候，你要从容应对；当你遇到惊喜的时候，你能坦然处之，用苦难磨砺自己，用诱惑锻造自己，这就是红尘炼心。要明白，我们经历的每一件事，遇到的每一个人，都是来度我们的。我们经历的每一份惊喜，遭受的每一份痛苦，都是让我们觉悟的。或好或坏，或痛苦或开心，都只是我们修行的参照。修行不是一种对现实问题的逃避，恰恰相反，每一个现实问题都是你修行的最佳入口，都是你的道场。如果你创业的道路艰难险阻，
创业就是你的道场。如果你与爱人之间有隔阂，夫妻关系就是你的道场。如果你的孩子沟通有问题，教育就是你的道场。如果你的身体有了问题，生死存亡就是你的道场。每一件烦恼是道场，每一次情绪是道场，每一次恐惧也都是道场。道场就在你人生的每一个痛苦之处，在你每一次想冲动的时候，在你每一次急不可耐的时候。千万不要试图跳过现实的各种问题，妄谈修行和各种高尚，那一定是空谈。工作的问题，婚姻的问题，教育的问题，生死的问题，哪里有问题，哪里就是我们的道场。当一个人发现一切都需要自己才能给予自己的时候，那么他就开悟了。开悟不是为了与世隔绝，绝尘而去，而是为了一种人生的洒脱。因为你将拥有一种看穿真相和本质的能力，能对世事和人心抽丝剥茧，一眼看穿人心，直达事物本质。于是你将看到最真实的世界。这种人的人生从此只能自己做主了，因为再没有人能给他们提供鸡汤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